你一定知道，小猫小狗麻醉后有可能就醒不过来了，我们的小猫巴达就永远睡着了。巴达一直健康活泼，它的死对我们是警告。在成功带了50多只猫去做绝育以后，我们是不是有些麻木了？我们对麻醉几乎一无所知，认为那是医生才能把控的事情。动物医生 Mady 告诉我们，作为猫猫的家长，你是可以降低麻醉风险的，你并不是无能为力。可能你多问了一句，就能把猫猫从去往喵星的路上拉回来。Mady 是悉数所有猫猫的家庭医生，他热爱小动物，专门去攻读动物医疗专业，然后转行当了动物医生。他为巴达感到惋惜。今天分享的就是 Mady 的建议：当你送猫猫或者狗狗去麻醉之前，你能做什么？怎么做？我们知道有些家长并不富裕，有些家长生活的地方并没有动物医院，甚至没有像样的诊所。有些人救助了太多猫猫，钱已经不够了。面对这些困难，怎么去降低猫猫麻醉的风险呢？Mady 也给了专门的建议。巴达非常的突然，然后他在急救的时候，他用了肾上腺素还是什么，然后好像还用了另外一种手段，但是我记不得了，因为当时我一直在发抖，一直。他如果已经用到肾上腺素的话，那巴达已经出现了心脏停跳，他是在做心肺复苏，基本上就是最后一道防线了。心肺复苏的抢救成功几率基本上是低于20%的，真的不高。麻醉它是一个很动态的一个过程，最理想的状态是让动物的指标在麻醉过程当中都在一个理想范围之内，任何一个指标跑到理想范围之外的话，你马上就要进行纠正。所以已经到心脏停跳了，那就有可能是前期在监控的过程当中可能有某一些东西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也有可能它就是对某一个药物它的不耐受。现在我们去稍微正规一点的诊所，手术前医生都会让你签风险报告，我们一般只是大概看一下，很少去进一步了解到底是什么风险。还有更重要的，风险能及时被发现吗？如果出现了意外，医生有准备急救的办法吗？麻醉过程当中几个主要的并发症，第一个就是病人他不愿意呼吸，你要给他插管，用呼吸机帮助病人呼吸。第二个就是血压降低，需要实时的监控来保证你的血压不要降到危险程度之下，如果危险程度之下的话，马上要进行输液来进行干预。第三个比较大的疑问就是失温，体温降低对于猫咪来讲风险性就更大。为什么？因为身体的散热它是有一个科学的数据在后面，体积和体表面积的一个比例。对于猫咪来讲，它的体积不大，但是它的体表面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所以猫比例大的话，它失温的程度就会远远高于其他的动物。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温度的监控是非常重要的。我有时候看见有一些图片，绝育手术，这个猫咪就躺在金属的那个手术台上，下面可能最多垫一个尿垫，我都担心这个小猫咪失温。手术台肯定毫无疑问都是金属的，只有不锈钢的金属它才能够承受这种高强度的消毒剂。不管是人也好还是动物也好，都有这种专用的加热的小垫子，在手术过程当中垫在上面。其实现在宠物医院这些基本配备应该都有，但诊所就不一定了。猫猫的家长们其实不妨多问几句。一定要提供氧气，第二一定要有心电图的监控。我在做手术的时候，我的眼角余光也会不停的去看这个心电图，然后小动物的肛门要有肛温测在那里，基本上每5分钟你也要去看一下，然后再就是一个血压监控，这基本上是最基本的几项监控你一定要有。当然还有一些呢，可能会在动物的舌头上面放一个血氧的一个监控，这个也是去评判它的这个呼吸是否有效。麻醉当中这些风险确实是比较多，无论是哪一个物种，猫狗人类，麻醉肯定是有风险。我不知道中国的统计数据，但是从美国医疗协会的统计数据来讲，狗麻醉过程当中出现状况的几率大约是在0.05%，猫的比例则是1/1000。也就是说，即便在相对完善管理的麻醉过程当中，仍然1000只猫当中有可能有1只猫咪会出现事故，这个比例不低呀。我希望我刚才提到的这些不要吓到你们，风险它是存在的，但是有很多是可以提前评估，可以在麻醉过程当中有所控制的。我们并不是说这个风险它是一个完全不可控的存在。每一个医生他在进入一个麻醉程序之前，这些东西他都应该要考虑，我们要做最坏的设想，做最好的准备。
医生在跟你进行术前沟通、进行风险沟通的情况底下，其实有时候很多家长就是听见那些很可怕的词，就不知道去问什么了，就是会很紧张。但是也有很多家长非常清楚他就去会问如果这些风险存在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手段，然后有什么样的几率。医生最多的他会跟你讲几率，他不会跟你讲绝对可以、绝对不可以。所以实际上去问几率，我们都会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问题，医生可以更好的去跟你进行一个沟通。那么如果说这个小概率事件发生了的话，我们有没有应对手段这个也是一个医生很可以接受的一个问题。还有一点也是需要提前跟医生确认，用的是吸入式麻醉还是注射麻醉。注射式麻醉我们就用的比较少，因为吸入式麻醉要安全很多。当然如果说这个手术本身它比较简单，基本上我预判它肯定是在30分钟之内苏醒过来的情况底下，有可能我会用注射麻醉，前提我手边要有随时做气管插管的准备。如果说这个手术比较大了，或者我预计它的时间可能会超过30分钟，比如说像绝育，毫无疑问的肯定会超过30分钟，那我就会选择吸入式麻醉。对，还有包括拔牙呀，这些肯定也毫无疑问是要用吸入式麻醉，因为拔牙的时候它会有水呀，很多操作在嘴里进行，它更要进行气管的保护，其他的一些液体什么不容易进入到气管、进入到肺里面，导致吸入性的肺炎。它有呼吸机去维持它的呼吸，所以一旦插管了以后，我的眼角余光就不会一直的去看它，这个相对来讲风险就是最小的。而且你吸入式麻醉，你用的是一个气体的麻醉剂，气体麻醉剂呢，当然现在这个机理还有待研究，但是它的这个恢复你基本上你这个手术完了，把气体一关，它通过呼吸，它就把这个麻醉性的气体它可以呼出去了，就到这个废气回收的这个里面去了，所以它的苏醒其实是比注射性麻醉要更快一些，副作用也要更小一些。不同的猫猫它做麻醉的风险是不一样的，如果猫猫有特殊的情况，一定要让医生知道。比如说小于1岁的或者小于半岁的，当然风险是高的，年龄高于12岁的风险也是大的。小猫肝肾心肺功能其实都还不是很全面，它们的这个体脂含量也非常低，它们对于恒温的功能非常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小猫如果低于一定体重、小于一定年龄不主张那么早的去绝育。第二个就是说它们本身的骨髓也不太健全，可能会有这种生理性的贫血，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就是说这个猫咪本身有没有其他的长期的继发性的疾病。评估的第一点肯定毫无疑问心肺功能，这就需要医生去听有没有杂音，心率是否正常。那么第二点，如果是有比如说甲亢，它对血压是有很大影响的。那么第三点，如果说是有糖尿病的，那对于麻醉来讲也是一个需要很好管理的疾病，如果说管理的不好的话，就暂时先不要进行麻醉操作。接下来就是猫咪比较常见的像肾脏的疾病，有一些有慢性肾衰的，还有就是肝脏的疾病，因为很多麻醉药物都是需要用肝脏去代谢的如果说猫咪它原先还有心脏病的，那毫无疑问你还要去做心超。如果说确实心脏的疾病比较严重的话，那你就要去评估我手术的必要性了，利弊的一个衡量吧。如果你仍然觉得非常有必要要去做的话，比如说是一个肿瘤必须要去给它切除，那我们考虑就往大医院去转诊。小动物它之前是在用的药物，一定要和医生有一个详细的沟通，哪些药要沿用，哪些药要停用，停用多久，哪些药需要调整剂量你的医生肯定都是要问清楚，如果医生没有问，你也要主动告诉医生。比如说是甲亢的猫咪，它的甲亢药物还是要一直用到手术当天，然后心脏用的药物，像有一些抗生素一般也是要用到手术当天，有一些药物你就要停用，这个也要根据医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像血压药，还有比如说糖尿病的猫咪可能有胰岛素的注射，那么医生可能会讲给多少量的胰岛素，这个要根据医生的医嘱。最好的建议就是说不会说是手术当天我去进行这些评估，我一般都会术前头一天和家长进行沟通和评估，这些都是不花钱的，但我们往往就是会忘记，或者有时候不好意思开口。但是请记住，为了孩子们的安全，还是要确认我这次找的这个医生是比较靠谱的，这次手术也是比较靠谱的。然后就是术前检查了，这个是要花钱的，有时候还挺费斟酌。
术前检查，那么首先是全面的体检，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第二，我建议做一个血常规和血生化。如果说确实小猫一路来都比较健康，都活蹦乱跳，都蛮好的话，那么你至少也要去做一个 PCV-TP 的一个检查。麻醉的话，你肯定要插这个静脉留置针。那你只要在插静脉留置针，你哪怕就是弄那么2-3滴血，就可以做一个 PCV-TP 和 BG 的检查和血糖检查。如果说是不希望投入太多，你也至少把这2项检查好，看看它有没有出现低血糖的状况。因为小猫嘛，我们总担心它如果营养摄入不够啊，或者说它本身有先天性的疾病啊，它有可能会导致低血糖的问题。必须先要排除，血糖低的话是不可以进行麻醉的。红细胞压积，我现在想起来了，就是最基本的一个检测，而且非常非常简单，也非常非常便宜。它只要看一下这个 PCV 如果过低的话，那可能有贫血的症状；如果是过高的话，那可能是有脱水的症状，都需要在术前先进行纠正。你不可以给一个脱水的小家伙直接就上麻醉，必须先要补液。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通过10几块钱的一个检查就可以做到的。那么如果说家长说，我愿意了解一个更全面的，那就是血常规血生化。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完整红细胞、白细胞目前的一个状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血小板的一个状况。血小板它控制凝血，如果我们事先没有进行筛查，这个小家伙本身有凝血功能障碍的话，那你就止不住血。那么第二个就是血生化，你可以看到它的肝肾功能，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胰腺功能啊、炎症指标啊，这些血生化都会给你。有时候确实我也见过，我们家小家伙一直都很健康，什么问题都没有，不做检查，这个就基本上真的就是把风险完全放在小朋友身上。当然确实有朋友他没有条件没有能力给猫猫最好的医疗，那只能尽力而为了。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非常现实，我今天讲的呢尽可能的全面，但是确实对于目前技术所面对的问题，包括很多像天使一样在做猫咪救助的，包括这种绝育放归的这种，很多时候你没有大量的资金支持，你只能在这个能力范围之内做到最好的这样一个选择。我并不能讲我是站在一个居高临下讲这些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因为实际上在美国这边我也有做义工去救助站做绝育。救助站确实条件要简陋很多，但是母猫和公猫我们确实还是要分开2类，公猫全部用了注射麻醉，母猫我们尽可能的去用注射麻醉，所以确实我们会降低一些标准。救助站猫咪一天我们可能绝20几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去做血常规血生化，也没有这个设备。我尽可能的去做一个最完备的体检，最完备体检就是我尽可能去听心脏有没有什么问题，肺部有没有杂音，看它的牙龈、耳朵啊这些有没有泛白，泛白我会担心它有贫血，耳朵啊这些有没有泛黄，泛黄我担心它有肝脏的疾病。然后去进行腹部的触诊，因为没有办法去做 B 超的话，那就触诊看看肾脏的功能大小啊，肠道的触感啊，看看肛周是否干净啊，还是说现在会有腹泻的情况出现啊。那么你也只能做到这些，大致都正常的话就往下走了。在那种简陋情况底下，我连最基本的血压机都做不到的，那就没办法，风险确实就是高。比如说我列个清单，麻醉之前我按照这个清单，我跟医生先沟通一下，如果这个医生让我感觉说他确实有考虑到哪怕他设备不到或者他的条件不允许，但是他有考虑到，那我是不是就比较安心？这个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家长通过去问问题，然后评估医生考虑的是否周全，增加自己对这个医生的信心。如果你觉得对这个医生的信任度不够高的话，你完全可以再去问其他的，除非是紧急的手术。比较遗憾的是，有一件事情是连医生都没有把握的，那就是麻药过敏。因为每一个个体它对麻药的接受程度，包括它的肝肾的代谢，不是通过术前检查能够轻易判断出来的。就拿我自己来讲，我上手术之前我也要问你们用什么样的麻醉，然后大致听了一下，这都是最常用的接受程度最高的麻醉药品，所以我也没什么问题，我说 OK 好。但是实际上确实就导致了我对其中一个药物的不耐受，然后该醒的时候醒不过来。确实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也没有判断出来，那我的麻醉医生他也没有办法去预判我对这一个非常常见使用的一个麻醉剂会有如此大的一个副作用。确实不能预判，但是呢，有大部分的麻醉药品我选择的这个麻醉药品的一个主要标准就是什么？这个麻醉药是否可以被 reverse， 就是说它是有另外一种药物来抵消麻醉作用的。这个概念就有点像武侠小说里面那种解药。对，对，解药这个词不是医疗用语，但是比较直观。
有时候也比较常见的就是说，如果麻醉之后，它如果苏醒的太慢，我们也直接会 reverse 掉。包括人的手术也是一样，所以你一旦下了麻醉，你的护士是不是没事就去拍你啊，就去弄你啊，就想尽快的把你弄醒。谢谢你们听这么久，希望 Mandy 的分享能够让更多的猫猫更安全。最后还有一个要提醒一下，就是别忘了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叫镇静。镇静的操作，它主要是用一些这个镇静剂，包括止疼的药物进行一个组合。猫咪或者小狗，它在不失去自主意识的情况下，要能够更好的去接受一些治疗，比如说检查伤口、换一个绷带，比如说猫咪不太能够接受去做 B 超、拍片子，甚至于包括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不愿意剪指甲，有一些伤口的这些处理、简单处理、冲洗这些东西。镇静的情况底下，它恢复起来会比较快，所以风险也会很小。但是医生也一定要进行心肺的一个评估，医生一定要仔细的听，比如说有没有心脏杂音、肺部的杂音，如果是有的话，那么他在镇静剂和止疼剂的选择上就要更谨慎一些。